我勒个自由美利坚！原来底层人在漂亮国根本活不下去。美国是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，但总人口一直维持在3亿左右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听说过美国斩杀线吗？美国经济天天被唱衰，债务突破38万亿美元，无家可归者创历史新高。为什么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经济还没崩？斩杀线这个词原本是游戏里，当怪物的血量降到某个临界点时，玩家就可以用一个斩杀技能直接将其秒杀。而这个概念在美国居然用到了人身上。在美国，你可以很努力的工作，维持体面的中产生活，但只要一次意外，比如突然失业、一场大病或者一笔还不上账单，就足以让你迅速跌入深渊。你的医疗、住房、保险和信用系统会像一套连招一样接踵而至，最终把你斩杀出中产阶层，甚至成为流浪汉。更扎心的是，美联储数据显示，竟有 37% 的美国人连400美元应急金都拿不出来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在斩杀线的边缘疯狂试探，但这套斩杀机制反而成了经济的另类燃料。医疗破产养肥了保险公司和药企，信用崩塌让银行赚取高额罚息，甚至无家可归者不被计入失业率，反而让官方就业数据更好看。这么看来，美国经济就像个吸血鬼，吸干底层血肉，给顶层输血。为什么没崩？因为被斩杀的只是血包，不是主机。既然底层这么惨，经济为啥还能撑？3大作弊代码正在发力。疫情期间，美国撒了5万亿美元刺激计划，居民超额储蓄一度积累约2万亿美元。这笔钱让消费撑住了 70% 的 GDP， 但代价是国债突破35万亿美元，利息支出快赶上军费。这相当于刷爆信用卡点外卖，吃得爽，但催债电话快打爆了。更魔幻的是，这些债务通过美元霸权转嫁给全球，让全世界帮美国填坑。尽管现在房贷利率涨到 6% 到 7%， 但 60% 的存量房贷仍锁定在 2% 到 4% 的低息区间。这就像全班考试，学渣们按旧分数线算及格，学霸们负责扛雷。普通人在低息时代锁定了住房成本，暂时躲过了高利率的斩杀，但新购房者却要承受翻倍的月供。ChatGPT 带火的 AI 热潮让资本市场幻想生产率暴增，但现实是 AI 目前主要替代低端岗位，反而加剧就业焦虑。这种技术性失业被包装成创新红利，掩盖了结构性危机。就像网友吐槽 AI 都在写诗了，我的工资单却在写悲剧。这套组合拳的结果是经济数据在云端，百姓生活在地下。美国经济不崩的真相是它根本不需要所有人活着通关。财富向上集中是核心机制，顶层 20%， 家庭持有 70% 的金融资产，而底层 50%， 只有 2%。这种分配格局让经济好坏对顶层影响有限，他们照旧买游艇、炒资产，而底层多买杯奶茶都可能触发斩杀线。痛苦转化为 GDP 更是绝招，高额房租、天价医保、法律诉讼，这些普通人的苦难成了企业的摇钱树。比如美国医疗费用占 GDP 18%， 是 OECD 国家平均的2倍，但健康水平排第30名。社会问题的商业化解法让危机成了利润来源。全球化转嫁危机则是最强护盾，美元霸权让美国能印钱买全球商品，通胀输送给其他国家。最近美联储加息，全球资本回流，美国接盘资产，等于让全世界帮他填坑。换句话说，美国经济是金字塔生存游戏，底层是耗材，顶层是玩家，拿穷人的钱去养富人。系统设计的目标不是全员存活，而是保证塔尖不塌。聊到这里就不得不做个对比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斩杀线这种感觉如此陌生，甚至觉得无法理解？和美国不同的是，在中国更像一场团体求生，国家试图用一张巨大的制度性的安全网把尽可能多的人兜住。这张安全网就是中国对抗斩杀线的核心武器，它不像你银行卡里的存款那么直观可见，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下限。从你一出生，它就开始编织9年义务教育，让你有学上城乡居民医保和不断完善的跨省结算体系，让你生病了赶去医院。等你工作了，有失业保险和职业技能培训托底，退休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障，最基本的生活。然而设计是设计，体感是体感。为什么很多人，尤其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，依然感到焦虑，觉得脚下是薄冰呢？因为这安全网的弹性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压力来自2个方向，一头是网本身变重了，另一头是坠落的冲击力变大了。网变重了好理解，
要兜住14亿人是笔天文数字的开销。2025年1到11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里，光是社会保障和就业一项就增长了 8.1%， 远超平均支出增速。养老金要涨，医保补助标准要提高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。钱就这么多，这里花多了，别处就可能紧张。所以完全指望那张大网是不现实的，它保的是生存底线，而非生活品质。我们要学会投资自己，变得耐摔打，这比投资任何可能贬值的资产都更重要。同时管理好债务，尤其是消费贷，别让分期人生蚕食你应对风险的最终能力。美国实验给全球上了一课， GDP 涨不等于百姓幸福，缺乏兜底系统的发展是高空走钢丝。美国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人一旦失去经济贡献就被视为负担。这种思维下，流浪汉的死亡被归因于个人选择，而非制度缺陷。而中国则坚持以人为本，哪怕暂时失去劳动能力，生存权依然被保障。中国的低保覆盖4000万人，农村月均补助近600元，脱贫攻坚时提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。这种共同体意识源自文化基因，儒家守望相助，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，形成独特的韧性。最明显的对比在医疗领域，美国胰岛素价格20年涨 1200%， 而中国通过集采将均价打到50元以下。美国有500万人因医疗债务破产，中国医保报销比例超 70%， 大病保险再报 60%。 这个斩杀线的残酷在于，它让普通人用肉身扛系统风险。但美国经济的韧性恰恰证明，只要底层血包够多，金字塔尖就能一直开派对。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社会没有斩杀线，而是当它来袭时，你发现自己既有国家兜底的安全绳，又有自己打造的救生艇。在这场无法退出的游戏里，这或许是我们普通人最能握在手中的攻略。